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不止一次问过同一个终极问题：人类究竟从何而来？我们脚下的这颗地球，第一批人类到底是怎么出现的？千百年来，人类不停追寻自身的源头，不同文明也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。在世俗大众的认知当中，流传最广的有2种说法。第一种是古老的创世神话，认为有至高的神明以泥土揉捏，创造出最早的人类。第二种是近现代广为传播的演化假说，认为生命经过漫长的自然筛选，一步步从低级生物演化，古猿慢慢转变成为现代人类。这2套观点早已深深烙印在大众的认知之中。回望人类文明史，神创叙事几乎是所有上古文明的共同选择。华夏文明里，女娲团黄土做人，引绳于泥中，举以为人，才有了富贵与凡俗的分别。古希腊神话中，普罗米修斯用泥土混合河水，依照天神的形象捏出人形，又赋予人类智慧与火种。希伯来文明的创世纪里，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将生气吹进鼻孔，亚当变成了有灵的活人。这些叙事虽然细节各异，却共享着同一个核心逻辑：人类的诞生源于某个至高意志的主动创造。生命有一个明确的起点与设计者。步入近代之后，随着地质学、古生物学与分子生物学的发展，演化理论逐渐成为解释生命起源的主流范式。1859年，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出版，打破了神创论的垄断地位。这套理论认为，地球生命从最简单的单细胞生物开始，历经30多亿年的自然选择与基因变异，从海洋走向陆地，从无脊椎走向脊椎，最终由南方古猿逐步演化出智人，也就是今天的现代人类。它以化石证据与基因序列为支撑，将人类的诞生还原为一个自然、随机且漫长的物质演化过程。但是2000多年前的佛教经典却提供了一套完全不一样的宇宙与人猿叙事。在启示经，也包括长阿含经、增一阿含经等原始佛教核心经典当中，清晰记载着我们这个世界最初的人类始祖并不是泥土被神塑造出来，也不是地球上本土物种慢慢演化而来，而是来自色界二禅的光阴天，是诸天众生随着世界轮回降临到这颗星球之上，一步步演变成为今天的人类。作为佛教世界西坛的核心典籍，启示经完整记述了宇宙的生成、毁坏、众生的流转与世间的秩序。汉传版本由隋代天竺三藏及那觉多等人译出共10卷系统，展现了佛教对器世间与众生世间的整体认知。它既不承认创世的神明，也不将生命归为纯粹的物质偶然，而是以业力缘起为核心，构建了一套无始无终、循环往复的宇宙生命图景。在这里，首先要做一个客观说明，接下来讲述的全部内容都立足于佛教经典本身的世界观叙事，是古代东方对于宇宙生命起源的一套哲学宇宙观，并不等同于现代科学结论。我们只是忠实还原经文当中的逻辑链条，供大家参考思辨。想要读懂光阴天人下凡的故事，我们不能直接跳过背景，直接看人类降临地球的情节。首先必须搞懂佛教宇宙观当中最重要的概念：3界28层天，以及什么叫做劫，什么叫做成住坏空。佛经将整个宇宙当中的生命生存空间划分为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一共3界，合计28层天。这不是地理意义上的上下分层，而是依据众生的业力、禅定境界与生命形态划分的不同维度。境界越高，欲望越淡，色身越精微，寿命越漫长，痛苦也越微弱。最底层是欲界，欲界一共6层天，分别是四天王天、劳尔达利天、夜魔天、兜率、化乐、光化自在
天生存在欲界的众生依旧拥有色声香味触5种欲望饮食、男女睡眠这3种根本欲望都没有断除，只是福报与寿命远超人间。4天王天位于须弥山山腰，是东方持国天王、南方增长天王、西方广目天王、北方多闻天王的居所，负责守护4方天下。这里的天人人间50年为其一昼夜，寿命500岁，依然有男女嫁娶之事，与人间生活方式最为接近。婆利天又称33天，位于须弥山山顶，以地势天为天主，是与人间关联最紧密的天界。人间100年为其一昼夜，天人寿命1000岁。这层天同样有男女情欲，与4天王天并称为地居天，依托须弥山而住。从夜摩天开始，便进入空居天的范畴，不再依托大地，居于虚空之中。夜摩天亦为善10分，这里没有日月星辰天人，自身散发光明，以花开为昼，花合为夜。人间200年为其一昼夜，寿命2000岁欲乐在此处已经淡化，天人以相报为满足，不再有更重的染着。再往上是兜率天，亦为知足，天分内院与外院，外院是凡夫天人居住之处，内院则是候补佛位的菩萨居所。我们熟知的弥勒菩萨目前就安住于兜率内院，等待因缘成熟，下生成佛。兜率天人间400年为一昼夜，天人寿命4000岁，欲乐更淡，以执守为满足。化乐天的天人能够随心变化出五欲妙境，自我娱乐，不需要依赖外物。人间800年为一昼夜，寿命8000岁。男女之间以共效为欲事，他化自在。天是欲界的最顶层，又称第6天。这里的天人不需要自己变化欲乐，能够夺用他人所化的妙境来享受，是欲界福报最大的地方，也是魔王波旬所居之处。人间1600年为一昼夜，寿命16000岁。男女之间只需相视，便能满足情欲。整体来看，欲界6天的生命状态，本质是人间善业的升级形态，依然在欲望之中，只是更淡薄、更精微，福报更丰厚，却始终没有脱离轮回的根本束缚。再往上是色界，色界众生已经远离粗重的欲望，没有男女之别，没有饮食睡眠的粗重需求，但依旧拥有物质化的清净色身。色界分为4禅18层天，对应4种不同的禅定境界，禅定越深，境界越高。初禅共有3天，梵众天、梵辅天、大梵天，梵意为清净。初禅众生已经脱离欲界恶法，内心获得离欲的喜乐，有寻有似，也就是有粗的思考与细的观察。大梵天是初禅之主，在每一个世界成劫之初，他是最先投生到初禅的众生，因此常常误以为自己是世界的创造者。后世很多一神教的创世神观念便与大梵天的这种我慢认知相应。初禅天的寿命以劫计算，大梵天的寿命长达1中劫，远超欲界诸天。二禅同样有3天，少光天、无量光天，以及我们今天主题的光阴天。光阴天又被称作极光境天。二禅境界已经熄灭了，寻思内心获得更深的禅定，名为定生喜乐。从少光天到光阴天，天人的身光逐步增强，到光阴天时光明遍满，是二禅天的最盛之处。三禅也有3天少净天、无量净天、遍净天。三禅已经舍弃了二禅的喜受，获得更为深细的离喜妙乐，这是3界之内最极致的快乐，没有任何粗重的感受能与之相比。四禅共有9天，其中福生天、福爱天、广果天、无想天是凡夫与外道所居，剩下的无烦天、无热天、善见天、善现天、色究竟天合称五净居天，只有证得3果的圣人才能居住，是3果圣者在色界的最后身。四禅境界舍念清净，不苦不乐，心不动摇，因此四禅天又被称为不动地，不会被大三灾所毁坏。三界最顶端是无色界4天，空无边处天、实无边处天、无所有处天、
飞想飞，飞想触天。无色界众生已经没有粗重的物质身体，连精微的色身也舍弃了，只剩下纯粹的心识安住于禅定之中。这里没有空间形体的概念，只有心识的深浅差别。寿命长达数万大劫，是三界中寿命最长的地方。但即便如此，依旧没有脱离轮回。禅定福报修尽之后，依然会随业流转，向下堕落。这就是佛教完整的28层天体系，从粗重的欲界到精微的色界，再到无形的无色界，对应着众生从染到净、从粗到细的不同生命状态。而光阴天作为二禅的最顶层，在人类起源的叙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。那光阴天、二禅第三层究竟特殊在哪里？光阴天的天人和我们人类完全不一样。他们不需要依靠喉咙、声带震动发出声音来交谈。天人彼此交流的时候，口中会散发出清净柔和的光芒，对方看见光芒就能够完整明白心中想要表达的全部含义，用光代替语言作为沟通媒介。光阴天这个名字正是由此而来。这种光阴交流本质是禅定境界中心意相通的可视化呈现。不同于人类语言需要经过概念转换，容易产生误解与偏差，光阴天人的心意直接通过光明传递，心念一动，光相便随之变化，对方见光即知意，没有任何隔阂与误会，是比他心通更为直观的沟通方式。也正因为如此，这里没有谎言，没有争执，没有语言带来的一切烦恼。生活在这里的众生自身自带光明，不需要日月星辰的照耀，整个世界都由众生的身光共同照亮。他们拥有神足神通，可以自由凌空飞行，心念所至，身形即到，没有任何空间阻碍他们不需要粗重的物质饮食。内心的禅定喜悦就是滋养身心的食粮，也就是以喜为食，没有大小便等不净，也没有疾病与衰老的逼迫。光阴天的众生身形清净美妙，没有男女相的分别，也没有家庭与宗族的概念，都是由禅定力化生而生，彼此平等，没有尊卑高下。他们的寿命极其漫长，以大劫为单位，在漫长的时光中安住于禅定喜乐之中，没有世间种种烦恼痛苦。但即便是境界如此殊胜的光阴天，依旧没有脱离六道轮回。他的安乐是禅定福报的产物，是有漏善业的果报，并非究竟解脱。福报耗尽之后，依旧会随着业力流转去往其他世界。这也正是后来第一批生命降临地球最根本的前提条件。更重要的是，当旧世界遭遇坏劫火灾时，火焰只能烧到初禅天，二禅的光阴天安然无恙，因此它成为了坏劫时期众生的重要避难所，也成为了新世界人类的源头。理解完三界诸天，接下来我们就要弄懂佛教最重要的时间概念。节节是古印度用来描述超长时间周期的计量单位，原意为分别时分，在佛教中被用来指代世界从生成到毁灭的完整周期一小节，就是人寿的一次完整增减循环。人类寿命从84千岁开始，每过100年，平均寿命减少1岁，一直递减到人寿10岁。这个漫长周期叫做减劫。等到世间众生集体忏悔行善，福报回升，人寿又每100年增加1岁，重新回到84千岁，这叫做劫。一次减劫加上一次增劫，合起来就是一个小劫。按照这个标准计算，一个减劫的时长为839.9万年一个增劫，同样是839.9万年，因此一个小劫约为679.8万年。20个小劫构成一个中劫，时长约3.36亿年。一个完整的大劫包含成住、坏空4个中劫，每一个中劫各20小劫，合计80个小劫，约13.44亿年，就是一次完整世界从诞生、稳定、存续、毁坏归于虚无的完整循环周期。
当然，不同经典对节的时长计算略有差异，但核心逻辑一致。这是一个远超人类想象的时间尺度，远远超过地球文明的全部历史。一个大节分为4个阶段，也就是成住坏空4个终节，每个阶段各持续20小节，周而复始，循环往复成节，代表世界生成空劫结束之后，众生共业感召业风兴起，逐步形成风轮、水轮、金轮，进而凝聚出山河大地、日月星辰气，世间慢慢成型。随后众生从高层天界次第下降，入住各个层级的生命空间，世间生命逐步完备。成劫的前19小节用于行，成器世间最后1小节完成众生的入住。住劫代表世界稳定，可以容纳众生生存。这一阶段世界结构稳固，6道众生各安其位，善业恶业交替显现，人寿随人心善恶不断增减循环，也是诸佛出世教化众生的主要时期。我们当下就处于贤劫的住劫阶段。坏劫代表世界走向毁坏崩塌，住劫结束之后，众生善业减少，恶业增长，世界开始逐步崩坏。坏劫同样分为2个阶段，第一，小劫众生次第命中从地狱、人间到欲界出禅，所有众生逐步往生到更高层的天界。剩下的19小节气，世间在灾劫中彻底毁坏，空劫，整个世界彻底消散，万物归于虚空，没有日月星辰，没有山河大地，一片沉寂。这一阶段持续20小节，只有2禅以上的天人还在安享天福，等待新世界的开启。等到空劫结束，又会再次开启新一轮成劫，周而复始，循环往复，无始无终。世界不是一次性创造完成，而是众生共同业力感召之下不断毁灭，又不断重生。没有永恒不变的世界，也没有最初的起点。这就是成住坏空的核心思想。坏劫的毁坏依靠3种重大灾患实现，分别是火灾、水灾、风灾，合称大3灾。火灾起时，先是地狱燃起大火，随后人间欲界6天依次被火焰吞噬，最终7个太阳相继出现，大海、干涸、须弥山崩塌，初禅3天全部被烧成灰烬。火灾之所以只烧到初禅，是因为初禅有寻有似，心念仍有动乱，火是动乱之业的感召。2禅以上已得禅定，心不动乱，因此火灾无法触及。每经过7次火灾之后，会出现1次水灾，大水从地下涌起，淹没欲界与色界的初禅、2禅，一直淹到3禅天的边界。光阴天也会在水灾中毁坏。在经过7番水灾之后，会出现1次风灾，大风从虚空而起，吹坏欲界、色界初禅、2禅、3禅，一直到3禅顶层的边境，天也全部崩坏。只有4禅天因为不动地的缘故，永远不会被3灾毁坏。因此在不同的坏劫中，众生避难的天界也不同。普通火灾坏劫时，众生往生光阴天即可安稳；度过水灾坏劫时，则需往生3禅边境天；风灾坏劫时，必须往生4禅天才可保全。而我们通常所说的人类，起源于光阴天，对应的正是火灾坏劫之后的新世界形成过程。现在我们顺着时间线完整复盘整个世界与人类诞生的全过程。故事开始于上一个大劫的坏劫，末期当旧世界走到坏劫阶段，巨大灾劫降临，大火蔓延，焚烧地狱，人间焚烧欲界诸天，火焰一直烧到初禅天。在旧世界彻底毁坏之前，世间善业深厚的众生依靠自身善果，依次向上往生，最终很多众生投生到色界2禅的光阴天上。旧世界经历大火毁灭之后，进入漫长20小节的空劫。整个宇宙当中没有大地海洋，没有日月星辰，只有无尽虚空，只有已经往生光阴天的众生还在享受自己剩余的天福，静静度过空劫漫长岁月。空劫20小节走完新一轮成劫，正式开启。光阴天上升起巨大金色祥云，降下甘露一般的大雨，
雨水在虚空当中不断旋转，凝聚重浊的物质慢慢沉降，轻巧物质向上升腾，风轮、水轮、金轮，次第形成无数星球、恒星、卫星在旋转当中逐步成型。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，也就是佛经中的南赡部洲，就在这一阶段慢慢凝固成型。月亮、太阳相继出现，星球各自形成公转自转，于是有了白昼、黑夜、四季、寒暑、日月轮转就此出现。这里需要特别提醒，佛经当中所说，天上时间和地球时间尺度完全不同。诸天一天，往往相当于人间极为漫长岁月，不同世界，时间流速并不对等。刚刚形成的地球地壳还没有完全凝固干透，地表泛着一层温润乳白光泽，从高空遥望，整个地球散发柔和光亮，在虚空当中格外醒目。这件事情引起了光阴天天人的好奇。此时，光阴天当中一部分天人过往积攒的天福已经开始消耗殆尽，心性开始变得躁动好奇。他们看见远方崭新的星球闪闪发光，如同一块温润的美玉，心中生出探险与贪爱的念头。凭借与生俱来的神足神通，一批又一批光阴天人凌空飞来，降落到刚刚诞生不久的地球，分散到这片大地各个大洲之上。刚刚抵达地球的时候，他们依旧保有光阴天全部能力，自身自带光明，可以自由飞行，心中喜悦既是食粮，依旧不需要粗重的物质食物。就在这个时代，大地之上涌出甘甜的地肥甘泉，质地如同酥蜜一般，芬芳甜美。这是大地初成时由众生共业感召而生的天然滋养。初来地球的天人当中，有人出于好奇沾取一点，放到口中品尝，这一口品尝成为整个人类历史转折点。滋味太过甘美，心中升起贪恋，从浅尝一口慢慢变成纵情大吃。这里的因果逻辑非常清晰，并不是外界食物本身带有罪恶，而是众生内心升起贪欲执着，不断贪著美味，改变自身生命状态。随着不断进食地肥，众生身体当中重浊物质成分越来越多，肉身开始变得粗重坚硬，再也没有办法凌空飞行双脚，只能踩在大地之上。原本幻化轻盈的天光之躯，逐步转变成骨肉血肉构成的物质躯体，再也没有能力重返光阴天，被困在了地球之上。一系列连锁变化接踵而至，与生俱来，身体妙香消失，自身发光能力逐渐暗淡，最终彻底熄灭天眼天耳。这些神通慢慢隐没，变成普通人肉眼肉耳，他心通消失，再也无法直接洞悉别人心中想法，口中不再发出光芒，沟通只能依靠喉咙震动发出声音。一开始语言体系并不完备，很多想法还需要配合手势辅助表达，经过漫长时间的磨合，才逐步形成完整的语言系统。曾经光阴天上没有男女分别，没有尊卑高下，所有众生都是同等的。而来到地球，肉身粗重之后，种种差异慢慢显现。最先消失的是地肥甘泉，因为众生不断贪食，贪心越来越重，地肥渐渐枯竭，不再自然涌现。地肥消失之后，大地之上又长出地皮苔藻，同样香气可口，但是品质已经比不上最初的地肥，众生依旧互相争抢食用。久而久之，地皮苔藻同样耗尽。随后，地表又自然生长出无需耕种就可以成熟的天然粳米，米粒饱满，香美异常，不需要播种耕耘。早上割去，晚上自然复生，随取随食，没有穷尽。在这个时代初，来到地球的人类寿命依旧极为漫长，可以达到8400岁。世间尚且没有疾病，没有衰老带来巨大苦痛。直到后来，人心越来越懒惰，开始囤积粮食，一次性取走多日的分量，天然粳米便不再自然复生，还长出了骨壳。人们为了生存，不得不观察四时节律，主动播种耕耘，原始农业由此诞生。
就在食用地肥的阶段，人种分化就此出现。越是贪吃地肥的众生，身体色素沉淀越重，肤色更深，呈现棕红色、深褐色乃至黑色；食用较少，或是后期才降落地球的众生，肤色相对浅淡，呈现黄色、白色。再加上地球本身地理环境，赤道周边炎热，高纬度地带寒冷，热带、温带、寒带气候差异巨大，气候长期影响，进一步稳固不同肤色人群的特征。世界不同人种就这样逐步形成，不仅是肤色，身形、相貌、体质也因居住环境与业力的不同，慢慢产生了稳定的差异。最早来到地球的先民零散，居住在大地各处，彼此距离遥远，山川大海隔绝往来。同一处地方的人群慢慢发展出一套表达方式，地域互相隔绝，缺少交流互通。久而久之，世界上千差万别的语言就此诞生。各个民族最初祖先就是这批从光阴天降下的众生。佛教宇宙观中，大地分为4大部洲：东胜神州、南赡部洲、西牛贺洲、北俱泸州。我们所处的是南赡部洲，又称阎浮提。4大部洲的人类各有差异。东胜神州人寿250岁，身形高大；西牛贺州人寿300岁，多产牛羊珍宝；北俱泸州福报最盛，人寿1000岁。衣食自然没有贫富差别，但是没有佛法流传，难以修行。唯有南赡部洲苦乐参半，众生最容易升起出离心，因此诸佛皆在此洲出世。光阴天人的降临并非只限于南赡部洲，4大部洲的人类始祖都源自光阴天的牵流。随着肉身进一步粗化，身体内部生理差异显现，男女相区分慢慢出现，男女情欲念头开始萌生，裸露身体彼此相见，内心生出羞耻之感。此时大地草木已经繁茂生长，人们摘取树叶编织遮挡身体，用来遮蔽修体，抵御风寒，衣服就此诞生。情欲不断增长，男女开始两两相伴，组建家庭，生育后代。最早胎生的人类孩童就这样降生世间。人类不再是从天界化生而来，而是依靠男女结合胎生繁衍，生命形态彻底完成了从色界到欲界的转变。远处诸天望向地球，看见原本散发乳白色光芒星球已经覆盖大片绿色海洋陆地，世间已经彻底改变，诸天也不再愿意前来，人类族群数量不断增长，不再随处露天居住，开始寻找山洞栖身，继而学会砍伐木材，搭建房屋，摆脱原始野居状态。随着6根不断起作用，眼耳鼻舌身意不停对外界产生分别，内心当中贪嗔痴3种根本烦恼彻底苏醒，人类社会就此一步步向前演化。最开始世间物产丰足，但是人心当中贪嗔痴慢慢滋长，争执抢夺开始频繁发生。当天然景米不再自然生长，人们开始主动耕种，私有制随之出现，有人田地多，有人田地少，贫富分化逐渐加剧。为了争夺土地、粮食与财物，偷盗欺瞒，争斗越来越多，社会秩序陷入混乱。为了解决争端，众人共同商议，推举内心正直、处事公道的人出面调解矛盾，裁决纷争，维护群体秩序。这个人被称为摩诃三摩多，意为大众共许之人，也就是人类最早的公共管理者。后世的刹帝利王族便源于此。众人自愿缴纳部分收成作为供养，让他专心理事，公共权力与礼法制度就此萌芽，社会分工也随之逐步细化。有人厌倦世俗，入山修行，追求解脱之道，成为婆罗门；有人从事农耕、畜牧与商贸，成为吠舍；有人从事手工劳作与服务，成为首陀罗。佛教认为4种性源于社会分工，本质上完全平等，并非由创世神所划分，这也是佛教反对婆罗门教种姓制度的核心依据之一。人们观察自然，掌握谷物生长规律，主动播种，种植五谷蔬果，农业就此诞生，剩余物资开始互相交换，
商业贸易随之出现，打磨石头、烧制器皿、建造房屋，手工业慢慢发展。语言不断成熟之后，人们创造文字，知识得以记录保存，真正意义上的人类文明拉开序幕。部落慢慢聚合，形成社群，社群进一步发展为城邦，城邦演变为国家，国与国之间竞争交往，一路发展，走到我们今天科技发达的时代。但是也要明白，经文当中并没有否认文明会向前发展，只是告诉我们，文明进步不等于人心向善，技术的发达，物质的丰富，并不必然带来道德的提升与痛苦的减少，反而可能助长更多的贪欲与纷争。这里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因果链条，心中烦恼升起，才有阿修罗这一类好斗众生出现。当世间开始出现杀生偷盗、邪淫种种恶行，畜生道、恶鬼道、地狱道随之显现，完整六道轮回在这颗星球正式开启。世界最初只有天与人两道，没有三恶道，因为众生尚未造作众恶之业。随着杀业增长，畜生道显现；随着憨贪增长，恶鬼道显现；随着忤逆十恶增长，地狱道显现胎生、卵生、湿生、化生四种生命诞生形式，水陆空万千物种纷纷出现在世界之上，生命形态越来越多样，世间的痛苦也越来越深重。讲完世界如何诞生，人类如何一步步演变，我们再来看经文描述当中这个世界未来完整走向。最初地球先民寿命8-4千岁，但是人心欲望膨胀，善法慢慢被淡忘，恶行越来越多，就进入简劫。每100年人类平均寿命减少1岁，一路衰减，直到人寿仅仅剩下10岁。到了人寿10岁时代，世间道德衰败，嗔恨心达到极致，人与人相见便生杀心，草木砖石皆可成为兵器，刀兵劫遍布世间。同时巨大灾荒、瘟疫接踵而来，众生大量死亡，人间如同地狱。但是依旧会有一部分众生宿世善根深厚，选择远离喧嚣，隐居深山，坚持行善。巨大灾祸过后，幸存下来的人类亲眼看见恶业带来的惨烈结局，内心升起深深忏悔，主动践行善法，劝化身边所有人一起行善，众生共同善业，力量感召之下，人寿又开始回升，每100年增长1岁，再次回到8-4千岁，也就是增劫。一次减劫，一次增劫是一个小劫，20次小劫构成住劫完整周期。我们当下所处正是闲劫的住劫阶段，且处于第9小劫的减劫之中。释迦牟尼佛出世时人寿约为100岁，时至今日人均寿命更短，仍在缓慢递减之中，住劫20个小劫。走完之后就会进入坏劫，坏劫到来的时候，人类文明发展抵达顶峰，地球资源被大量消耗，大地环境遭受破坏，世界逐步走向崩坏，大海干涸，大地崩裂，大火、大水、大风，3重巨大灾劫轮番降临，世间一切建筑、山河大地都将在灾劫当中毁坏。整个地球彻底毁灭之后，进入空劫，又是20个小劫漫长虚空沉寂。等到空劫结束，又会再度升起金色祥云，大雨降下，物质再次凝聚，全新一轮成劫，开启全新星球，重新成型，轮回往复，永不停歇。佛经当中把前后相继的3次大劫分别命名为庄严劫、贤劫、星宿劫。庄严劫是已经过去上一个大劫，庄严劫的住劫20小劫之中，1000位佛陀相继出世，教化世间，所以名为庄严劫。我们现在所处的就是贤劫，贤劫住劫同样会有1000位佛陀依次降临世间教化众生。我们熟知的释迦牟尼佛正是贤劫当中第4尊佛。释迦牟尼佛之后，第5尊佛就是弥勒菩萨，也就是大家常听说的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弥勒菩萨目前还在兜率天宫，等待因缘成熟，未来人寿8万岁时才会下生人间成佛，3会说法，度化无量众生。
等到贤节结束之后，就来到未来星宿节。星宿节注节依旧会有千佛出世，教化众生。等到星宿节的世界再次毁坏，还会有下一轮全新大劫不断开启。轮回永远不会停下，三劫千佛的说法本质是告诉众生，无论世界如何坏灭，佛法永远会在世间显现，永远有觉悟者引导众生走向解脱。读到这里，很多人会产生疑问，既然世界终究会走向毁坏，生命在轮回当中反反复复，那么普通人活在当下究竟还有什么意义？这一套宏大宇宙叙事并不是用来单纯科普远古传说，最终落脚点依然是现实当中每一个普通人的选择。佛经告诉我们，器世间，也就是山河大地星球，有成住坏空，终究会毁灭消散。但是众生的灵性业力并不会随着世界毁灭彻底消亡。当这个世界坏劫来临，善业深厚的众生可以依靠自己过往行善修行积累福报，在灾劫来临之时，转生到光阴天这样更高的诸天，安稳度过漫长坏劫与空劫。等到新一轮成劫，新世界再次生成，又可以凭借往昔善业再次下降，世间参与新世界建设，处在光明安稳时代之中。想要收获这样的结果，并不是依靠祈祷和侥幸根源，就在我们当下一言一行。想要寿命绵长，福慧具足，并不是遥不可及神话，核心就在于坚守善业，践行利他。大乘佛法当中反复提倡菩萨行，就是在平凡人世间心怀慈悲利益身边，众生修持菩萨宏大愿力。我们没有办法阻止世界循环往复的客观规律，但是我们可以把握自己身口意，守护自己善业，在漫长轮回之中保全人身，不堕三恶道。菩萨修行需要历经三大阿僧奇劫漫长时光，在一轮又一轮大劫之中遇到佛陀出世，听闻正法，得到佛陀受记，一步一步积累功德，最终也能够成就佛果。不要觉得成佛距离普通人无比遥远，佛教核心观点之一就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人人都具备成就觉悟的可能性。宏大的宇宙轮回距离我们似乎无比遥远，但是人间净土不在遥远诸天，就建立在当下的现实人间。维摩诘经中说，随其心境，则佛土净净土不在他方世界，而在当下的心念之中。我们当下每一次心存善意，每一次宽容待人，每一次克制贪欲，每一次帮助他人，都是在建设人间净土。现实之中能够收获家庭和顺，内心安宁，福慧增长，放到漫长轮回长河之中，也是在给自己种下未来解脱觉悟的种子。最后再次重申，以上全部内容是基于启示经、长阿含经等佛教经典整理转述出来的宗教宇宙叙事，它是一套古人对世界起源的思考，是宗教视角下的生命观，并不等同于现代地质学、古生物学的科学结论。从本质上看，佛教的人类起源说既不同于神创论的外在意志创造，也不同于演化论的物质自然演化。它是一套业力缘起论，没有第一因，没有造物主，世界与生命都是众生业，力共同感召的，结果无始无终，循环往复。光阴天人也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外星生命，他们是不同维度的禅定众生，降临人间不是主动的殖民与探索，而是福报耗尽、业力牵引的自然流转。这套叙事的核心目的，从来不是回答人类生物学意义上的祖先是谁，而是阐释生命为何会陷入痛苦，人应当如何自处的终极问题。它通过人类从光阴天堕落的过程，说明贪欲是痛苦的根源；通过成住坏空的循环，说明世间万物的无常；通过善恶业与寿命增减的对应，强调因果的真实，最终引导众生止恶行善，走向解脱。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种哲学思辨，也可以作为宗教文化进行了解、接纳也好，
质疑也好，都可以理性看待，不必全盘盲从，也不必简单粗暴全盘否定。人类探寻自身源头的脚步永远不会停止，不同思想、不同文明的视角，都可以拓宽我们看待世界的边界。在终极答案出现之前，每一种真诚的思考都有其独特的价值。